這只黑猩猩居然會用工具，他右手拿出一個小耙子，左手拎起一個小網兜，立馬就幹起了活。他不停地挖呀挖，但挖了半天连根毛都沒挖到。猩猩思索片刻，覺得是風水問題，於是他淡定地朝東走了749步，看準方位後又開始挖了起來，可還是啥都挖不到。猩猩依舊很淡定，他不急不躁抡着耙子，邊走邊計算方位，看準位置就刨一個坑，很快他就刨出了7星連坑。看來猩猩刨坑的道行相當深厚，就連一旁的狗刨大師看了也不禁嘆服，好坑啊！可坑刨的再好也沒用，因為猩猩還是沒挖到蛤蜊。但猩猩依舊不慌，始終保持着超強的自信，因为他媽從小就教導他，只要功夫深，蛤蜊挖成山。果然，猩猩終於挖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顆蛤蜊，趕緊撿起瞅瞅，哎，可惜是個空殼。不要慌，調整好心態，繼續挖。漂亮，又是一個空殼。這下猩猩的心態徹底崩了，他頓時失落至極。狗狗看猩猩不開心，自己心裡也難受，他拽着猩猩就往海邊跑去。原來狗狗想借助自己靈敏的鼻子幫他找蛤蜊，運氣不錯，狗狗很快就找到了蛤蜊。但問題是，這蛤蜊是別人家桶裡的，狗狗哪懂那麼多，反正不偷不搶，放地上的都是我的。猩猩頓時尷尬極了，趕緊拍打狗狗，讓它住口，並主動鞠躬向蛤蜊的主人行禮道歉。這狗見猩猩腦梗塞，還望小姐姐見諒哈。你這破狗還舔，趕緊走趕緊走，真是丟死狗了。看來求狗還是不如求己，猩猩只得重新找定方位，然後面朝黑沙背朝天的又挖了起來。突然他發現沙裡有個藍色不明物體，猩猩趕緊拎起一瞅，居然是一隻落單的雨鞋。猩猩一生氣直接將雨鞋扔下，但他總感覺內藏玄機啊，於是又重新拿起雨鞋倒出沙水。就在這時，一隻蛤蜊從鞋裡掉了出來，辛苦了半天他終於找到了蛤蜊。雖然鞋裡的蛤蜊味兒會重一些，但猩猩並不介意，直接就把蛤蜊放進了網兜。這下猩猩又重拾自信，他抬起耙子，霸氣地指了指腳下，立馬就挖了起來。猩猩果然神機妙算，這裡真的有不少蛤蜊。沒多久，猩猩就撿了滿滿一兜蛤蜊。他得意地摸了摸狗狗腦袋，示意狗狗趕緊收工回家，接受主人表揚了。於是兩個小家伙屁顛屁顛就開始往家趕。但沒走多久，猩猩卻突然轉身爬上小橋護欄，發起了呆。原來是一個失足跌落河的足球吸引了他的注意，猩猩看得太入神，隨手就把蛤蜊扔到護欄上，然後又爬到另一側的護欄，繼續觀察那顆失足的足球。就這樣，足球不停地飄，兩個小家伙也不停地看，看着看着就把身後護欄上的蛤蜊忘得一乾二淨。就在這時，一輛自行車恰好經過，蛤蜊趁機就跟着自行車跑了。還好猩猩剛好轉過頭看到了這一幕，他急忙牽起狗狗拼命追趕自行車，但自行車很快就沒了蹤影。兩個小家伙呆呆處在原地，頓時不知該如何是好。猩猩無奈地搖了搖頭，只得牽起狗狗又開始往回趕。他打算回沙灘再挖一袋蛤蜊，但不幸的是，此時海水已經漲潮，沙灘已是一片汪洋。猩猩拿着耙子比劃了半天，這下他徹底沒轍了，只得不甘地牽着狗狗離開沙灘。回家路上，一輛自行車與猩猩擦肩而過。就在這一瞬間，他突然又想到了辦法，於是猩猩決定先不回家。他帶着狗狗來到街頭，開始四處尋找帶走他們蛤蜊的自行車。兩個小家伙先到自行車店瞅了瞅，沒有發現，又到街邊自行車停放點瞅了瞅，還是沒有發現。一轉眼幾個小時過去了，他們找遍了全村，依舊沒有任何發現。這下猩猩徹底絕望了，失落地牽着狗狗在街頭遊蕩，不敢回家。但就在這時，猩猩不經意轉頭一看，發現超市外停着的正是自己苦苦尋找的自行車。猩猩趕緊上前確認，自己挖的蛤蜊依舊還在車上掛着。猩猩指着蛤蜊表示這是寶寶的，還給寶寶。車主這才發現自己無心帶走了蛤蜊，連忙將蛤蜊還給猩猩，並向他鞠躬表示歉意。猩猩見狀，趕緊腦門着地向車主回禮表示感謝，然後牽着狗狗開開心心地回了家。主人看兩個小家伙帶回這麼多蛤蜊，非常開心，於是升起炭火，倒上料酒，做成鮮美的炭烤蛤蜊，讓辛苦了一天的兩個小家伙美美吃上一頓。